欢迎来到 NewsTT70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吃得越努力，演技就越稳定。杨紫嚼鸡腿，撕下许多女演员的无绝对神奇长相思的爆发完全和在线玩杨紫有关。当市场上所有的古代娃娃都在套路运转，拼命营销 CP 和外貌时，桐华彻底改变了古代娃娃市场的现状。依靠流畅稳定的剧情，向观众诠释什么是真正的浪漫，大女主接连爆红并不难。与此同时，杨紫极其惊人的力量被覆盖了一层金色长相思，完全无视形象负担，毫无保留地完成任务。每一个情感点都让人落泪，业内人士甚至直接称赞她。杨紫的演技在她这一代人中是无与伦比的。这次我们就来看看杨紫是如何展现教科书般的演技的。本以为男人打扮成女人，穿上开裆裤就够了，没想到杨紫的演技让我再次佩服她。神态等细节十足，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文小六是个乡下孩子。看到桌上的蛋糕，他想也没想，就用手拿起，对折了塞进嘴里，然后轻松的、有点可笑但又很真实的咬着椅子。文小六的不羁放荡被诠释的淋漓尽致，和轩轩神父还有涂山璟在承恩宫吃饭的那段真是太棒了。文小六先用筷子将大骨头分开，然后用手将骨头直接放入嘴里，对他来说，咀嚼起来有点困难。其实，小姚在这里有些嚣张，但这几十年来，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男人扮演方式。喝了几口，端起盛满美味甘露的碗，一口气咽了下去，上面写着良字。喝完后将碗扔到了桌子上，就像骨头卡在牙齿里一样。文小六甚至用手拔掉牙齿，把剩下的吐到桌子上。镜头切到轩轩，他厌恶的表情太明显了，我实质没有感觉到张万毅的表情。迄今为止的行动让人大开眼界，没想到未来会更加鲁莽。等到文小六吃完饭，他的断腿已经动不了了，他把屁股向前跳了几下，以便离桌子更近一些。看到骨头里的骨髓，他一脸惊讶，迫不及待地放进嘴里，仿佛在说：“哎呀，我已经几十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。”吃完饭，丫鬟端来一碗水给他洗手。文小六连看都没看，他一挥手，直接接过碗，放到嘴边，一口气喝了下去。然后他很自然地卷起袖子，用这些干净的衣服擦掉嘴里的油。天哪，这一连胜是一举之间发生的吗？文小六和其他人之间的鸿沟已经出现在屏幕上了。事实上，杨紫本人在表演时并没有吃得像屏幕上显示的那么多，而且显然从碗里喝水也不是一件体力活。但她的表演充分展现了人物的特点。如果海沙真的吃了，观众会感觉满脸恶心，而且人物之间的眼神交流也不好传达。光是这首歌就让不止一位明星读完脸红。夸张的感觉不夸张，还蛮搞笑的。杨紫的演技绝对不是盖的，鸡腿嚼得越用力，演技就越稳定，观众就越追随。事实上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像《甄嬛传》中国贵妃吃咸菜这样美丽的美食场景。她吃了一些恶心的东西，但是她吃的那么难吃，那么嚣张。再比如刘若英吃烤鸭的著名场景，吃饭和哭的场面充满了情感。在这里，她仿佛完全融入了人物，笨拙的吃东西，却把难以言表的悲伤描绘得淋漓尽致，看多少遍都会落泪。被观众认可的实力派演员一定是真实的。相比之下，那些吃得离谱的演员就显得滑稽了。这个话题一提，全网吐槽假货。杨颖一定是主人。莱科斯在一旁一愣，扮演的是连吃饭都得租个地方的神级厨师，把观众当傻子一样。陈月空碗喝粥的场景在网络上流传已久。
他的碗里从头到尾什么也没有。你说至少把它放在盘子上，放在节目上，而不是其他人。拿起碗，拉进嘴里。即使你用筷子，我说你把碗放在脸上，以为头发挡住了，大家都看不到。那我解释一下吧。演技不佳的欧阳娜娜几乎每次演电视剧都会被骂。她曾被喷假饮料，不碰嘴就称赞自己 vlog 中的饮料很好喝。句号。事实上，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。拍摄广告时，编辑一些面部表情是很正常的，只有你的吸管不会碰到你的嘴唇。至于这个，在一些吃饭的场景中，道具在表演过程中完全没有损坏，被炒得只能退得我心飞扬。孟美岐吃饭的场面更是不可思议，她小声地抽泣着，心里很难过，脸上只有一滴泪水，同时又想吃馒头。只见她把这块馒头放进我嘴里，假装咬，然后又吐了出来。姐姐，咬了气喘你就死定了。这是演戏，不是你，更不是专业演员，边演边吃。娱乐圈到底有多乱？即使是真正的食物，有些人的行为也比假的更假。比如这2天口水泛滥的杨洋，吃完之后可能就收到了一个致命的苹果。当网友吐槽他的假食品太假时，结果他真的吃了，还成功的像苹果一样油腻，真是有点功力。吴谨言搭档于正也涉足各种古装剧，但在都市题材方面却没有展现出演技。为了表示喜欢吃包子，他眨着眼睛，五官颤抖着，一路上咬了一口。这个是来做什么的？所以没演技的话就吃吧。像陈佩斯吃面这样真正能让观众信服的人少之又少。他们给你天价工资，同时你却连一口馒头都不想吃。我真的以为观众会习惯你的。结语：无论是吃饭戏还是哭戏，杨紫在电影《长相思》中的表现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我想古装圈里这样的演技并不多。同时，这部剧也颠覆了大家对于古代娃娃的一贯看法。只有虐得合乎逻辑，群图饱满，才能真正深入观众的内心。演员的每一个动作都体现了他们的态度。这部作品没有理由不受欢迎。这个时候，3男主大概已经知道了逍遥的身份，但是涂山璟想要回去，而香柳距离2条地道线应该如何发展还差得很远。与此同时，香柳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最新的预告片中。无论是新角色还是香柳本人，一切谜团都将在剧情后期揭晓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